恐怖哦，恐怖到了极点了。台湾人怕鬼，西洋人也怕鬼，全世界的人都怕鬼哦，恐怖哦，恐怖到了极点哦。Hello， 大家好，我是瓜哥。上一部影片我说原本是要拍鬼故事的，那因为新闻的关系，所以我延到这一次来拍。我应该这一次的那个100公里急行军真的有累到，然后延到这么多天才开始拍这个鬼故事。这个鬼故事呢是发生在我们生存游戏玩家的身上，而且这个故事是我身边的一个好朋友亲身经历的，所以不是像一般的外面那个我随便网络上面抓的或是谁投稿的，没有。真实我朋友亲身经历的鬼故事。那为了角色叙述的方便性呢，我就直接把我朋友改成由我这个第一人称的视角出发，然后叙述这个故事会比较方便。OK， 好，故事开始咯。大概13、14年前左右吧，那时候差不多国中要升高中。那原本玩生存游戏呢，是我哥在玩的。那是因为我看我哥玩生存游戏，感觉就还蛮好玩的样子耶。那我就也是跟着我哥一起加入这个生存游戏的这个行列进来的。那起初呢，我们就是跟一间枪店出去打生存游戏。那间枪店呢，之前是开在一中那边。其实那天呢刚好是暑假，然后我跟我哥都已经暑休，就刚好下课了。然后我家刚好住在一中附近，所以离那间枪店也算蛮近的。所以我跟我哥就下课就直接咚跑去那个枪店里面，然后跟那个里面的店员老板聊天。因为我们两个都是菜逼吧，只有玩过一般的早上的场或是下午的场。那一天老板就问我说：“你们有没有玩过夜战？要不要来玩一下？”那我就跟我哥想说，夜战啊，好像很刺激，好好玩样子，而且没打过，不知道打起来会怎么样。于是我们就马上答应老板了，因为我那时候已经国高中了，而且我哥大我2、3岁，他那时候就已经有开车了。然后于是呢，我们就是晚上啊，都跟枪店的老板就集合，10点半那时候下班，就直接到枪店门口集合。然后我们就一路跟着老板车，不，就直接到了大坑的山上了，来到一个废弃的别墅。那是哪一间别墅呢？这个我就不说了，因为我们已经到现场，所以我们就直接从后车厢拿着那些装备啊，那些强带袋子，然后来到了那个别墅的1楼外面的那个草丛，隔着门口有一个草丛，那边休息区，那边休息。然后大家整理完装备之后啊，分好队之后，就开始了接下来的生存游戏的战斗了。我不知道为什么玩生存游戏是不是跟打麻将一样，就是新手通常都会有新手运，还是不知道是不是对方老鸟故意放水，然后让我们继续接下来玩的动力。我觉得那天就是晚上其实过程还蛮顺利的，就一直绕背去打人啊，一直绕背去打人，所以觉得感觉还蛮好玩的。夜战其实还不错直到倒数第2场还是最后一场的时候，我也是一样跟着我哥下去玩。这个别墅这样，因为我们一开始的起始点都是在2楼，然后我们就会绕到1楼或是3楼的方向。其实别墅里面都是很空旷的，就算有些垃圾，但是你喊的时候回音是有听得到的。如果你开 BB 枪的话，那个枪声也是听得到对方在哪里的。然后我们就喊3、2、1就开始了。因为前几场呢，我跟我哥都有好几次去摸对方的背，所以大家都会防守一下自己后面有没有人偷袭，所以最后一场会比较难打一点。不过我觉得也算顺利了，因为那时候钱不够多，所以就拿着手电筒这样照，然后没有人的时候就是把手电筒打开，然后准备要摸的时候把手电筒关掉，确定一下有没有人在点开手电筒这样子。那我们就照着这种方式偷偷摸摸的从2楼开始，然后绕到1楼。然后再绕去对方3楼，然后再回来我们自己的起始点，这样子慢慢的摸。因为那场是最后一场，我这一场摸下来也有摸到4、5个人左右，因为整个房子都是暗的，也没有灯光，我就只能在黑暗中适应的那种视力去看有没有人站在那边。结果好像发现前面
有一个人站在我前面，我想说要不要开手电筒，还是偷偷过去摸。于是想说，算了，我还是直接开手电筒去照好了。就准备要按下去那手电筒的时候，对方好像听到我按手电筒声音，马上就声音就躲起来。然后就照下去之后呢，发现对方有一个脚踝，然后裸露他的眼体外面。我就二话不说，直接就开枪过去打，就直接打那个脚。那个脚当然就缩掉了。但其实有玩生存就知道，大概这种5公尺的距离，你看到一个脚踝在那边，你手电筒照下去的时候，你的枪就在打，会很明显看到你的 BB 弹会再飞过去打到对方的脚，还有反弹这样子。我在打他的时候，我确定我是有打到他的，而且他就转进那个方向，他没有别的方向可以走。我转过去看的时候，房间是没有人的。正当我这样想说，怎么会没有人呢？这时候有一只手拍着我肩膀，对方摸到我的背，然后我就阵亡了。我就一直看着对方的脚，想说是不是对方可能不对啊？因为我转过去那个空间呢是没有人，也没有别的出口，所以不可能是我打的那个人。想说好，我就直接到我们的休息区那边了。到后面我被打下来，然后去休息区休息的时候，我一直在找那个人到底是谁。直到游戏结束之后，大家就先集合，然后收装备。在大家集合收装备的时候，我一直在观察每个人的脚，因为我打到是对方的脚踝，所以很清楚这个脚是不是我打的。于是我就把这件事情跟我哥讲说，有人僵尸，而且对方被我脚被我打到，然后没有穿鞋子，然后他还僵尸不出来，赶快抓这个人。结果我哥说，你神经病哦！我们在打夜战，我们室内有很多窗户都是被打过，有玻璃的。你确定有人敢赤脚在那边打生存吗？对哦，这种不可能会有人赤脚打生存。那被我打到的到底是谁呢？OK， 那今天故事就讲到这边了。其实这边故事是真的，我一个朋友亲身经历跟我讲，因为我之前想说就是揪我们之前的认识枪队去打夜战啊，然后就刚好又聊到那个别墅，我那个朋友就想说，他在那边遇到的亲身经历，然后发现其实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因为真的有认识我这位朋友的，他才会讲。那没有认识的其实都不知道，而且也没有人把这件事情打在网络上面，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罕见，不是抄别人，也不是网络上面来的鬼故事，是真的很罕见，没有人听过的。原本这个鬼故事呢是要在农历7月的时候呢讲给大家听的，但是来不及了，鬼门关已经过了，然后就这样的，没关系啊，反正我就一样讲给大家听。希望这则鬼故事呢，大家会喜欢。那不知道大家对这个鬼故事的感想是什么呢？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区里面留言，让我知道。如果你有要讲的鬼故事，也可以投稿在我的 FB 的粉丝团，或是私讯我的 IG 也是可以。好，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喜欢这部影片记得订阅、按赞、加分享，顺便打开小铃铛，选择全部通知。如果之后我有一些没听过或是比较新奇的有关于生存游戏的鬼故事的话呢，再来跟大家分享。OK， 好，就这样子，我是瓦哥，下次见，拜拜。